大家好，每位朋友好，欢迎每一个人在这一刻拿出这个时间，拿出这个精力，也是这个魄力，我们一起相聚在这里。每个人来自不同地方，天南海北，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的忙碌，能够把所有这些事情放在一边儿，咱们此刻什么事情也没有，一起去观察，一起去理解这个什么内心、人生。不是你的人生，也不是我的人生，而是这个人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交互，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自不同人的方方面面的，但我们很少有机会去坐下来，一起坦诚的交流一番。这份坦诚变得越来越稀少。无论你是工作，还是学生，还是做任何的事情，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面具，你戴着，我也戴着，我们很少有机会去摘下这个面具，去看一看这个面具。有家人，有朋友，有同事，有同学，各种名号的关系，但我们却很少、很难去坦诚的把一些事情说清楚、说明白。所以啊，咱们在这个场合，咱们放下所有的面具。这颗心很敏感，不是吗？其实任何的面具啊，这颗心都能意识到。咱们放下所有这些伪装的面具，在这一刻，咱们一起去观察，去理解，看看能否发现，在这漫长的人生中，是否存在永恒的东西。这个人类数千年以来一直在追寻的，一直在找寻的东西。所以啊，咱们
一起打造这样一个场合，能够开诚布公，坦然的谈这些问题。谈意味着客观，否则没法谈，对不对？我们得放下各种的判断，各种的谴责，各种的排斥，各种的回避，这本身就是破例，不是吗？一起看看人类所经历这些问题都是什么问题？我的问题是否跟他人的问题不一样？真的有我的问题吗？还是只是问题？所以啊，咱们在这样一个活动里面，卸下所有的包袱，放下所有的已知，我们从零出发去观察，否则没法观察，对吧？从零开始，放下一切，带着一颗初心，这本身已经意味着自由，不是吗？自由意味着卸下任何过去的包袱，过去的就是已知的，已知的就是过去的。能否此刻即刻放下？你一定能。咱们现在就这么做。所有人参与这样一个活动，对内心有一个基本的要求。这个要求啊，不是来自外界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亲自去做，那就是全然在这一刻去聆听，全然意味着完整的样子。聆听意味着大脑在听这个声音，在观察大脑对言语的反应。同时，这个大脑在观察自己，
完整的观察自己，在理解讲话者在说什么。你看，一方面要觉察自己对语言的反应，不坠入语言；另一方面，观察自己，来体会、来理解讲话者在说什么。这就是全然的听。这也意味着，咱们所有人都得超越这个语言。超越意味着全然。这个所谓的奇迹，加引号啊，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全然的过程中。若咱们每一位朋友都可以这么做，在这一刻，咱们都在冥想。反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活在自己的想法里面，有自己特定的愉悦。无论在学校、在工作，还是在其他的环境里面，我们的交流都趋于肤浅。这些肤浅的交流啊，不需要全然的聆听。因为都是那些同样的表达，同样的意思。超越这个肤浅，意味着全然。我们很少彼此聆听对方，大脑总是根据它的已知来翻译，来转录。放眼望去，咱们的生活里面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误解，大量的误解，很多时候，也就是所谓的鸡同鸭讲。这种封闭的生活方式，这种被想法所围困的生活，意味着没有全然。没有全然，也意味着恐惧。因为恐惧，才变得畏缩，构建更多的墙。在这个意识的世界里面，通过各种的理论、信念、信条，来勾织各种各样的墙，美其名曰保护自己。但实际上，真正在发生什么呢？
这些墙不断的巩固这个自我，这个我，内心极其的躁动，极其的封闭，极其的孤独，极其的渴望陪伴，渴望陪伴，渴望交流。这些墙本身都是想法，都是言语，都是影响。从自我的视角看，我在保护自己，但跳出来一看，整个大脑被想法、被言语所玩弄，各种的影响。这颗大脑从来就不消停。每个自我觉得，哎，我要构建一堵墙保护自己，但放眼望去，每一个自我，它的模式居然一样。不断被各种的新的理论、新的想法、各种离奇的画面、观点所影响、所左右。这就是我们真实发生的情况。这个自我的感知跟真实发生的情况大相径庭。全然的听，全然的生活，意味着这样一个听的过程，这个生活的过程本身没有这个中心，没有这个我。全人本身意味着清空，放下所有的知识、已知，带着初心去看、去体会，这样想法才会待在合适的位置上。也只有这样，这颗心才不会被影响。你看多么反直觉！我不听，这样我就不受影响了。这是自我的这种感知。但当这颗大脑放下任何的防备，全然的听，全然的感受，看清真相，看到本质，这颗心才可以真正的不受任何影响，也没有任何的控制。
需要每一位朋友在日常生活里面亲自去体会。当然不是说什么声音你都得听，而是当这个生活在一个不得已的环境下，全然聆听，不逃避，不躲避，不回避。亲自去体会，亲自去验证。去体会什么是全然。谈到这个全然，我们不得不谈一谈这个集中注意力。从小到大，在接受的各种的教育中，集中注意力不断的被提及，希望把大脑铆在一个点上，不分心。你看，整个的社会分工也都是基于这样一个集中注意力的基础上，你有你的专业，我有我的专业。你看，在教育中，这种分学科从初中、高中可能就开始了，更不用说在大学里面有各种各样非常细的学科。当然，咱没有谴责这些分科，而是看我们内心为何变得如此的专注，专注于某一个领域，专注于某一个学科、某一个点。当大脑把能量集中在那个点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量动用想法的过程，充满了控制。没有控制，这个集中注意力啊，这个所谓的专注不会发生。但几乎每个人都在控制，在意识上的控制，导致我们觉得啊，这个意识上的控制好像是正常的事情。这样一种控制变成一个非常强的习惯。你看，当我们看到一朵花的时候，大脑不自觉开始想，哎，这花是什么名字？大脑专注非常的普遍。这样一个过程，咱们仔细看一看，都包含了什么？排除
钻入进去。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联想，也就是各种的想象。当大脑处在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当这颗大脑被打扰的时候，冲突即刻出现。想必很多人都有体会。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总在专注状态的时候，大脑非常容易被打扰，一打扰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大脑想要不被打扰，想要保护自己，通过构建各种各样的壁垒，希望能够维持他专注的状态。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大量的意识的活动，大量的控制，而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本身，这样一个控制的本身，这样的一个专注的本身，不恰好也是这个我构建的过程吗？专注带来一种滞留的感觉，滞留就产生一种真实的错觉。所以你看，这个我为什么如此的真实？加引号，这个真实不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这种控制、压抑的状态，让这样一个原本鲜活的人生变得麻木、静止、问题多多。这个人啊，净事儿都是这些问题。只要大脑处于这个专注状态，这个大脑就会被打扰，就会出现各种的神经质。
在我的生活里面，在我的工作学习中，在学习某些知识，在运用某些知识技能的时候，可能需要这个专注。但回到我的人生里面来，过我的人生，过这样一个人生，为何这样一个专注的习惯跑到了我的内心领域里面来？我从事牙医，白天鼓捣牙齿，晚上做梦，脑海里面都是各种的牙齿。因为专注，这颗大脑被各种的事情填得满满的。大脑被打扰，产生新的烦恼，这个烦恼又变成了新的专注，一个事儿接了一个事儿，总在做加法。我为何就不能去观察观察自己，去理解自己，理解这个人生？我为何不这么做？因为我不会。我的生活里面只有专注，我从来没有欣赏过什么是自然，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看过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朋友，脑海中总是各种的画面的联想，各种社会世俗观念的联想，很少有机会去看看这个天空。大脑总在专注，我不知道什么是全然，所以自然我也没有机会去观察自己。因为观察自己本身意味着结束这个专注，全然。但专注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习惯，我的感知，我的对整个世界的理解，都是被专注所扭曲。当这颗大脑在专注的时候啊，这个大脑的感知发生了扭曲，想必每个人也能感受得到。当这个专注不停止的时候，这个扭曲也就不停止。这个扭曲的感知带来一种
我存在的感觉，非常的强。每个人都这么感知，互相一加强，我的确存在。真的吗？你看，专注本身意味着互相影响。大脑一旦专注，就被影响。所以你看，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国家、地域有不同的文化？跟这个可是息息相关。观察自己，去理解这个人生，需要全然。全然意味着放下这个专注。这样一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对于很多人来说，因为这个专注构建了很多人所谓的安全感。尽管大脑并没有感到真正的安全。放下这个专注，意味着撼动、晃动当前这个人生的构建。能否 hold 住？能否在全然的状态中去观察这些晃动、这些撼动？否则，这个大脑无限期的推迟、推延、拖延。所以，回到冥想本身，回到内心的探索，回到内心的彻变，只会发生在这一刻。这一刻，全然，我们才可以观察。需要 hold 住，观察内心所有的变化，否则就会无限期的拖延下去。所以你看，在这一刻，全然的观察，意味着这个大脑没有方向。没有寻求，
方向和寻求导致了专注。全然的观察意味着不寻求，没有方向，自由的探索，没有恐惧。这本身就意味着独处，对吗？不跟随主流，不随大流，都是各种的方向，各种的寻求。一旦跟过去，专注就来了，各种的影响都来了。跟随主流，随大流，也就没法观察自己。问题来了，变成一个新的关注点，新的专注。那个大脑又要去寻求新的方法来解决那些问题，那些方法又变成新的专注。能否在这一刻没有方向，不追寻，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观察，这个我压根就不存在。看看大脑会发生什么。这样，咱们一起保持安静5分钟，咱们一起去体会一下，在这一刻，全然的聆听周围的声音，或者感受身体的变化，这个呼吸也罢，这个身体的膨胀、回缩、触感。来，咱们一起做一下。
全然的观察，意味着去看到整个想法的移动，不追逐，不控制。在全然中 hold 住，看到想法的升起，看到想法的逝去。亲自去体会，放下任何控制是什么感觉？你不需要控制，这个呼吸依然在进行，心跳依然在进行，生命依然在持续。你控制啥？控制意味着你不信任。当然，咱们说的控制啊，指的是心理活动。这个外部世界的秩序需要控制。这个交通你不控制，那就乱了。但这里咱们说的内心里面，你控制什么？内心的控制意味着不信任。通过控制，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结果。哎，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结果，这就是一个画面，对不对？控制也就意味着寻求，有个画面想要去实现，那这样一个过程，大脑就得控制，就得寻求，也得专注。不专注，画面换了，对吧？这个3天打鱼2天晒网，还是2天打鱼3天晒网，不都是这事儿吗？所以我要打鸡血，不打鸡血，这个画面换了，我的动力没有了。所以你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各种事情总是长不了，干事情总得凭这个冲动，否则很快这个画面换了，动力没有了。所以，哎呀，我得持之以恒，我得想方设法，专注，各种的控制，各种的自我约束。网上你看各种的帖子，关于自律的最火，如何自律？不都是这个心思吗？能否看到这个自我欺骗？想要找动力，想要变得更加的自律，各种的幻想，
当内心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想控制，想通过控制来解决问题。所以你看，人这么活，完全是意识的活动。这个大脑生成了大量的画面，应该是这个哦，不应该是那个呀，我得做这个，我得变成那个，我得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我得实现这个，我得赚更多的钱，各种各样的画面。大脑想要去实现这个画面，那就有各种各样的控制，寻求。所以人活在意识中，被各种的想法、画面所包裹的时候，没有信任，彼此没有信任。一个从未清空意识的人，他没有体会过什么是信任。我们整个的社会的活动、事物，都是大量的意识活动，有大量的规章制度，各种的手段。因为在意识中，人没有信任这一说。所以，这样的人生充满了控制，充满了控制，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恐惧呀。如果我实现不了呀，怎么办？我就没法玩这个社会游戏了，社会就这么运转，我得挤入进去呀，我挤入不进去怎么办？各种的惊慌失措，各种的恐惧。我们得看到，至少在这里，咱们得指出，这个人生，这样的人生，是一个极其挣扎的人生，躁动，不靠谱，荒谬。这样的人生，极其的物质。这样一个挣扎的过程，本身让这个人生变得毫无意义。整个世界，你看，在这样一个意识的世界，咱们这个互联网，在过去这20年如此的发达，让这个人的意识变得愈发的活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微小的、细微的控制。
这些控制本身就是自我的活动。这个时代，人变得越来越个人化，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数不清的、细微的、令人发指的控制。各种所谓不同的专注，非常细微的专注。这颗心被意识完全包裹，这样的控制让这个大脑长期发紧、发剧，没有体会过什么是放松的感觉，什么是散的感觉。偶尔通过喝酒，疯狂一把，来短暂的体会一下。大部分时间，这个大脑很紧，紧的令人麻木。看到这样一个外部世界，需要必要的控制；看到我学习的各种的知识技能，也得有必要的控制。但我的生活，我的人生，这个心里面能否没有任何的控制？那我得亲自去体会，放下控制是什么感觉。这不是说我要去追求一个体验，追求一个没有控制的体验，追求意味着还是控制，而是我能否严肃的生活。没有控制，我依然活着；没有控制，呼吸依然在进行着，心跳依然在持续着。这样一个放下控制的过程，即刻放下这个控制，观察，也是我们重新对生命、对人生恢复信任的过程。这种信任对应着对生命的热爱，对人生的热爱，对真相的热爱，对人性的热爱，对正直的热爱。没有这份信任，这个大脑总在从各种的已知中寻求答案，想要通过各种的理论、各种的观点、各种的想法、结论，甚至各种的信仰，去解释、去阐释、去诠释，结果是徒劳。大脑还弄得神神颠颠的，
不是吗？各种修炼，各种冥想，各种禅，哎呀，这些词都被污染了，整得神神颠颠的，进入新的幻想。对人性的信任，对人生的信任，意味着位置，意味着清空。去亲自感受这个内心没有任何执着是怎样的状态，去亲自感受到，当你没有任何控制的时候，这颗心有其极其强健的秩序，稳固的秩序，去亲自看到你的任何的控制压制了这个秩序，破坏了这个秩序，画蛇添足。这样一个亲自看到的过程，是一个人性绽放的过程。活得完整、正直、有爱。这个人还需要什么？还需要寻求什么？这样一个内心对生命、对人性充满热爱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信任的过程。他的一言一行带着美感，他的一言一行充满了正义感，充满了善意。这颗心也知道，当真的这么活的时候，这个世界处处跟他作对。但他知道什么是人性，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真正好的。这颗心没有恐惧，啥问题也没有。但放眼这个世界，你看这个叫禅，这个叫冥想，都沦落成什么东西了？各种的方法、理论，为了只是让这个大脑能够有一丝的安静。各种的方法，各种的东西，在西方也是如此，又传回到中国，出口转内销。都是为了让这个大脑有一丝的安静，还是自我的那点事儿。
每一位严肃探索的朋友一定会发现，这些问题本身来自于一个错误的活法，这样活完全错了。但我就不想改，我就想这么活，我只想有一丝的安静。所以，能否看到这些事情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在不同的地方重复上演？不谈政治，不谈人性，不谈爱，只谈平静。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平静？所以，咱们说到这里啊，讲话者不断的指出，理解人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真正的冥想，事关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一言一行，怎么活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切实际的问题，因为这个人生是由每一刻组成的。过好这一刻，才可以过好每一刻。这一刻蹉跎，每一刻都蹉跎。你看，咱们在今天的这个探讨中啊，谈到这个全然，谈到这个专注、集中注意力，一起看到了这样一个我，它的生成来自于各种的专注、控制、寻求，各种的停滞、滞留，带来一种我好似存在的一种假象。所以，我们这个意识一直在持续，因为这个我一直在持续。这个意识中的所有内容都是我，我想要的，我想要实现的，我不喜欢的，我的伤痛，我的创伤。意识的停滞，意识的持续不断，意味着大脑有扭曲。
而这个我就是各种扭曲的化身，不是吗？这个意识是一个扭曲的意识，扭曲意味着它不清空啊，一直在，一直在意味着隔绝、隔离。所以我们才有了各种各样的文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大城市，这个大脑，整个的身心跟这个自然脱节。理解自己，理解人生，意味着全然，全然意味着这个意识要清空，不是说没有意识，而是意识要清空，不能持续。持续意味着混乱，意味着失序，意味着扭曲。清空意味着适得其所，意味着人性才可以回归，因为人性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不在意识中。在意识中，人总想表现，但表现主义不是人性。能否让我的整个的身心跟自然接壤？其实谈到这里很简单，清空这个意识，熄灭这个我，一切都回归自然了，回归正常了。但这需要每位朋友亲自看到，这就是正知正见。看到正知正见的过程，真正深刻领悟正知正见的过程，也是清空这个扭曲意识的过程，熄灭这个我的过程。所以，这样一个探索、观察，它不是儿戏，它需要有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不是说你不笑啊，反了，这个严肃的态度，这个严肃的探讨，本身意味着这个生活充满了欢笑。一个真正严肃的、用心生活的人，生活充满了欢乐。你看，当你有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有你的兴趣的时候，你会拿出所有能量投入进去。当一个人能够看到一个真正有序的、健康的、没有扭曲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的时候，那他就愿意把所有能量用于此，过好这个生活。其他任何的事情都是次要的。
而这个人生正直、有爱、行动，充满了关怀。一切围绕着这个展开，因为我是完整的，这个人是完整的，在此基础上，你可以有事业，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从这里展开。无论你做什么，这些事情始终展现着人性的光芒。否则，你看这个世界上各种事情丑陋，所以你我每个人，我们能否把能量汇聚起来，过好这个人生，绽放人性的光芒？这需要每位朋友拿出破点，亲自去验证，亲自去实践。好，咱们今天这个活动的第一部分先告一段落。刚才咱们一起探讨了这么多，咱们休息5分钟，之后咱们开始第二个环节，问答。去一起看清问题，一起在这个问题中发现答案。消除困惑，清晰就在这一刻。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见。
可以发文字消息。如果是发文字消息的话，在 Zoom 里的朋友哈，就建议直接发给 Joyce 的个人私信，因为 Cico 还要照管很多直播的设备，就是很多问题再让他处理，他就精力上可能有一些不济。但同时呢，在 Zoom 里的朋友就可以语音提问嘛，也很好。咱们也都调剂一下气氛节奏。那咱们就等上那么1-2分钟，2-3分钟，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聊的，也都酝酿一下，是吧？因为今年这个 Zoom 里哈有新的朋友加入，咱们如果是想语音发言的话呢，就先举手示意一下，这样也是这个比较方便这个在线会议的这个秩序。这几位新加入的朋友，不知道以前用没用过 Zoom 这个举手的功能，每个人探索一下，在电脑、手机端和 iPad 端是位置可能略有不同，总之就是点更多吧，或者是在自己的头像旁边点更多，或者是发文字消息都可以。好，看到有一个人举手哈，好，在 Zoom 里，那我们就请这位朋友语音发言吧。这个语音也是会传到这个企业微信的直播当中。Hello，听得到吗？听得到。啊，我好激动啊！哎呀，我先介绍一下，我现在是在中国的安徽合肥，然后是第一次听 Cico 的直播，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非常的兴奋和激动，然后全程听了听了1个半小时，然后我也有自己做了一些笔记，就是跟我自己接触到的很多东西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这种说不上具体的概念，但是有一种就 Cico 在分享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是我曾经是触碰过的，就是但是我说不出来，就是扭曲的，就是我们的感知对世界的理解，这种扭曲的感知带来了我存在的感觉，这是一个错觉吗？就是这个社会都一直在强调，很多的概念，我的存在这些，是一种错觉嘛，就是它是不存在的，但实际这个社会的意识里面，它就是有这个我的呀，而且这个我的意识很强大，所以说，我周边都有一个我，然后我去探索一个没有我的那种状态。其实我也是在静坐冥想的时候有触及到，但是我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没有一个跟我一样，就是很难聊天，很难聊，就是好像没有人懂我，然后我也很难去懂别人，因为没意思感觉。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我又很好奇，就是很喜欢听 Cico 分享聊天，嗯，对，就是没有任何的拘束，就是自然而然的分享。
好，我要说问题吗？问题就是怎么去清空这个意识。对，这是一个问题。我听到了3句话：清空意识、熄灭自我、回归自然。我对这3句话特别有感觉。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做到很好的清空意识，第二个就是怎么去熄灭自我。好，这就是我的2个问题吧。好，非常感谢你的提问哈，也是刚才您的分享也非常的好，关于这个我这一块儿，你看，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这个我的概念非常非常的强。在这个意识的领域里面啊，我们总在强调这个我，有各种的口号，各种的概念，我们得亲自去观察，为何在这样一个意识的领域里面，我们总要去制造新的口号，总想去强化这个我的概念。难道是因为这个我不稳定吗？难道是这个我总是充满各种的疑惑、不确定，总是担心，总是焦虑？所以在这样一个意识的状态里面，非常直觉的，那就是我得强化这个意识，强化这个概念，让这个我觉得不那么不确定，不那么惊慌失措。但事实是怎样的呢？这个我从来就不稳定，这个我从来就是充满了各种的不确信、疑惑、不安全。各种的寻求，这里依然寻求稳定，寻求安全，这种所谓意识上的加强，依然是在寻求。包括你看各种的信仰，这个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嘛，跟信仰有啥差别？没什么差别。这种在意识中想要继续强化意识，本身就是扭曲，它是一个死循环。发现没有？总是要不断的强化，但这个我从来就不稳定，这个我充满了暴力。看看这整个世界的这种战争、斗争，从家庭矛盾到办公室斗争，到这个所谓的内斗，我们这些人整天干嘛？能量完全用于这些内斗，各种的较劲儿，能量全被浪费了。你看，有这个我在，这个人是一点都不负责任。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在忙着斗呢，窝里斗。但实际上，不都是因为这个我，它本来就不靠谱，本来就不稳定，极其的不稳定。所以这种不稳定本身就是不安全。但这个大脑被这些我，被这些我们所劫持着，感知扭曲着，看不到。
他以为他需要一个安全感，另外一个概念叫安全感。所以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在这样一个意识的世界里面，这个我如此的顽固，那我能否不随大流？我能否跳出这个主流？这个我是主流啊，对吧？无论在中国，在哪个国家，不同的我，但这个模式都是一样的，这个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那个我，只是这个具体内容不一样。那我能否跳出这个主流？不是说我与世隔绝，而是我能否完全做自己，完全内心里面独自一人。别人的意识清空不清空，只有他自己能完成，但我能否清空我的意识？但这里啊，你看讲话者一说清空啊，可能会给很多人带来误解，自然会对这样一个清空两个字产生一个疑问：我该怎么清空？哎，当大脑问我该怎么清空的时候，这个大脑在寻求吗？想要被告诉一个方法。哎，坏事了，又是圈套。我能否不寻求？内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寻求。所以这个清空的过程，它不是一个方法，而是我能否自己亲自看到这整个世界的混乱的地方，这个现状，能否理解我的这颗心的动态跟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一个人亲自看清这一切的过程，自然是这个清空的过程，自然是熄灭自我的过程。他亲自去发现，亲自去体会，亲自看到，这瞎扯呢，这胡说八道呢，假的。内心亲自看到什么是假的，什么是胡扯的，内心触碰真相。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熄灭自我的过程。这样一个严肃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在熄灭这个自我的过程，而不是需要做额外的动作呀。我需要学习什么方法，需要掌握什么体系、什么法门。你看，又坠入到这个冥想的方法里面去了，而是我们看到这一切，看清这一切。当然，必要的时候，你看冥想，清空一下，让这个想法活动不要那么猖獗，保持清醒，保持这样一个敏锐的观察，一切自然展开。所以啊，冥想、理解人生、理解自性，它本来没有什么方法，自己亲自去观察，一切自然明了。内心不去随大流，不去靠拢，亲自独立的观察。很多东西啊，咱说不出来，语言也难以表达，但那种感觉，那种紧迫性，那种美感，
只要一个人亲自去观察，他一定能体会到那种美感，那种紧迫性，也对应着自由自在，对应着内心的释然。而当你我都这么做的时候啊，咱们的确在清空，不是说没有想法，而是清空这个意识，一切才会适得其所。好，咱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好，下面这个是一个文字的问题哈，但是在这个问题之前哈，这里想有一个提示，因为咱们在互动这个环节，交互的动态一下子就起来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哈，心中有想问的问题，那个问浮现了，但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不被那个问题，不被自己的那个问题劫持？因为当自己心中那个问题浮现的时候，哎，就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了专注于自己的问题？这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再全然的听了。其实就在这个瞬间，我们去观察一下，我们可以让这个问题浮现，但能不能放下，然后再继续全然的回到这个场域当中？因为有的时候被自己的问题劫持，就可能听不大到别人在说什么了。那下面这个是文字的问题哈。咱们读一下，就说选择做自己，不随大流，意味着一个词，就是孤独。那孤独一词是不是也是我的一种执着呢？你看，当大家看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每个人的脑海里面有怎样的画面？选择做自己，为何要选择？谁在做选择？当这颗心看到生活的真谛是什么的时候，这颗心毫无选择，这本身就是做自己。这本身就是不随大流，跳出主流。否则，我选择做自己，我是谁？我不随大流，哎，我的控制又回来了。我要标新立异，我不跟你们一样。你看，还是我的活动。那这必然意味着另外一种孤独。那些所谓随大流的人，他们也孤独啊。大家在一起互相抱团取暖，但是呢，很肤浅。每个人有自己独特的欲望，独特的想要。每个人都被我所隔离着，所以这个我带来一种深刻的孤独感，不能被满足，想要被满足，各种的寻求。当这颗心真的看清，生活的真谛，看到这个真相，通过看到各种的假象，这颗心即刻行动，这本身就是做自己。而这样一个过程本身，我完全不在。这颗心跟整个世界，跟整个自然完全的相连。这颗心没有任何的寻求，这颗心空着，但又极其的充实。
自然跟孤独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们得看到，当大脑想着做选择的时候，谁在做选择？如果大脑真的看清了，大脑不需要做选择。就像前面有一团火特别热，大脑这个手自动往回缩，没有选择，而不是说，哎，我应该把手放在火上呢，还是不放在火上呢？显然不会这样，对吧？要不特别的荒谬。同样的，这颗大脑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问题、危险，这个意识的活动啊，充满了危险。这个大脑本身自然会去做合适的事情，就像手自然会从烈火中退回来一样。没有选择，真正的人生没有选项，有选项全是意识的活动。当然，这不是说人要完全离开这个社会，而是看到在这样一个社会的游戏中，他的选择来自于意识的活动，但这颗心不能被此困住。好，那咱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好，那下面还有人想语音发言吗？在 Zoom 里的朋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下一个文字的问题。没有哈，那咱们看下面这个文字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全然意味着什么？其实你看，在曼蒂的分享当中，很多朋友哈，经常在问，这个全然意味着什么？然后提到这个问题呢，有一个朋友哈，又举一个例子，就希望呢，Seiko 能不能再结合这个例子再解释一下？就比如说哈，和同事的交互当中出现了愤怒的情绪，全然的观察，全然的接纳情绪，全然的接纳情绪意味着什么？所以哈，你看这个全然，它确实是这个冥想的核心和根本。大家一次一次在问，那 Seiko 呢，其实也是一次一次在说。这一次我们再清空，再来说一次。好，全然意味着什么？全然意味着，在这一刻，大脑放下所有的一切，所有的负担，所有的，不是部分的。这就是全然。那结合提问这位朋友的例子，愤怒，全然意味着我放下所有的是非评判标准。愤怒有错吗？谁跟我说不能愤怒的？我得亲自看，这个愤怒来自于哪里？这个别人帮不了你，你也不可能通过言语来分析。哎呀，这个是什么什么，而是亲自看到、理解，
自己怎么出现了这些反应。哎，不要误解，不是说你没有反应。看到一个荒谬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反应，那不正常。但被反应劫持也不正常，而是看到这个反应是怎么升起的，看到在这样一个交互中的各种的自我的算计。这个大脑对这个算计很敏感。看到在跟自我的交互中，自己也是自我的一部分，很多反应也不可避免，没有对也没有错，全然意味着客观，没有任何的评判标准，也就意味着全然的接纳。去看清这个本质，看到这个大脑对什么敏感。但当然，这个观察不能仅仅局限这个例子，而是要观察整个的人生，整个的内心的活动。当这个大脑看清的一瞬间，所有问题即可解决。当大脑真的看清的时候，这个跟他人的互动变得非常的警觉，因为这些所谓的互动都是意识活动。各种的专注，各种的我的活动都是专注的活动，冲突特别明显。所以你看，全然意味着我亲自去观察，别告诉我什么是对的，我不需要知道你所说的对的是错的，我得亲自观察。这个言语交互跟这个社会框架没有关系，跟这个所谓的道德标准也没有关系，那都是想法，都是画面。而此刻，我观察我的愤怒，接纳它。但话只能说到这里，因为当一个人亲自去观察的时候，去理解这整个内心动态的时候，他所能观察到的远远多于这里咱们能说的。好，咱们看下一个问题。那关于全然哈，全然是否就是心安的状态呢？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全然意味着这颗心在观察，在接纳，在行动。这颗心完全在这样一个动态中，没有控制，没有压抑，而这个动态本身反而是最稳定的状态。那自然也是最安定的状态。但千万不要对这两个字“安定”产生画面，
真正的安定对应着鲜活，对应着动态。对应着这个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处难不惊，能够 hold 得住，能够处理得了任何的问题。这颗心本身没有问题，所以这颗心能够去解决任何的问题。这是一个真正安的状态。好。你看，咱们说，禅冥想是否定的艺术，否定假的，才能触碰这个真的。说到这个全让和专注这确实是冥想当中最核心的话题之一了。所以呢，还有朋友问这个专注，问这个是不是假象？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有朋友问说 ，Seiko 你说的这个专注和匠心、匠人精神，就是工匠的匠，有区别吗？匠人精神这个词在最近几年在国内的这个媒体上出现的挺多的，就是只做好一件事情。这样一个词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脑在寻求那样一个画面，希望通过专注让大脑平静，通过专注不分心、不分神，某住一点。你看，这个跟之前第一位朋友提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在意识中总想去加强这个意识，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就是特别直观，特别符合直觉，在这个意识中符合直觉的东西符合直觉的东西，都是符合这个想法移动的方向的东西，特别容易，特别方便。但那个不是真相，真相不在想法移动的方向上，真相是反直觉的。反直觉本身意味着沙闸，你越顺着这个方向走，这个意识活动持续着，生活看似容易，问题多多。沙闸意味着我跳出这个意识活动，我跳出这个想法，去看大家追捧这样一个词语，都是希望内心平静仅此而已。但这代表了大家的寻求，但真相不在那个方向上。列位，别找了，你不找了，只要你不找，你就能够发现真相。只要你开始找，开始渴望，真相离你远远的，就这样子。这个意识活动是越找什么，这个意识活动是越持续，问题越持续。停止这个寻求，意识活动才可以自然的息止，问题没了。但内心能够主动这么做，这意味着这颗心得透彻理解这整个想法的活动。整个自我的活动的构架，理解什么是语言，这些咱们都会在未来的活动中逐一展开。
详细的、一起的、详细、细致的一起观察。所以看到这种媒体上这种言语的使用，我们得体会背后这些人的这种心思、自我的追求、自我的寻求，而不是被他们的寻求所带跑。这本身也是不随大流，这本身也是独立的、客观的观察。其实这个问题可能和它有关的另一个问题相似的就是说，怎么看待冥想当中这种全然的状态，和比如说我这一辈子就做好这一门手艺，然后或者是我就在这一个方向和领域深耕，这些都是人们常说的哈。这样我也有一个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一个本事。其实大家在谈这个匠心精神、匠人啊什么的，其实背后可能都有这种，也是一种对安全感的一个寻求。没错。所以你看，那冥想之后，我们就不能去精通一门手艺了？还是这个之间的辩证的关系是什么？先做一个完整的人，之后你的事业啊，你的人生围着这个完整运转，而不是此刻我们总想去想象一个画面呀，我得有一门手艺，我得有一个饭碗，能够怎么着，这都是想象。人先得活得完整，过得完整。你的无论什么事业，围绕着这个完整展开，否则这个人生是彻底的失败。看似这个人有一门手艺，整个人生过得一塌糊涂，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他也不告诉你。所以一定得看到这个大脑的影响来自于各种的媒体、各种的信息，这些信息啊都是报喜不报忧。真正的问题没有多少人敢谈，大家都在向外张望，互相勾勒美好的景象，结果呢，彼此都坠入幻想。向外张望特别容易，对吧？但是向内观察，得拿出魄力。所以，当一个人真正向内走的时候，他本身已经不随大流了。当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深入细致的观察过程中，会不断的发现，哦，我的生活充满了各种的影响，各种的资讯，手机的新闻、媒体、视频，在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刺激，让这些幻象不断的持续。当这颗心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真能看到这些假的，都是这些人的意识的一些假象，通过文字、通过媒体传播开来，这才是真正的谣言。我不看，我亲自观察。豁然开朗，一定来自于一个人亲自的观察，亲自的实践。好，
好，那咱们再往下进行哈。还有没有人想要语音发言呢？在 Zoom 里面，企业微信的朋友也都能听到。现在看到有一位朋友举手了哈，咱们先把这个先缓一缓，看看有没有其他人也想语音的说一说，没有咱们就好，那我们换一换好吗？让那个让这位朋友稍等啊，解除静音。好，好，Cico 能听到吗？能听到，可以听到的。好的，对，然后我刚刚也是这阵子一直在做这个内观冥想，在做一些观察，然后我会发现，在很多的一些时刻当中，这个我，它会具备一些就是非常强大的这个表现欲，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就有很多的一些画面，它会在脑袋里面会跑出来，接着可能开始我们只是在投入的做某件事情。但是做着做着的时候，这个画面它就会跑出来，那可能就是说需要我们在时刻的保持这种观察，去发现这个运作的一个规律，从而在那个状态下面回到自己本身想做的那件事情，投入去做，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会更好一些吧。去理解这个我的活动，需要细致的观察到我们内心的各种的念头的升起，包括想做那个事情本身的想做，有没有可能跟这个我有直接的关系？各种在我的生活中，我做事情的过程中，各种的想要，无论多么细微，那个是否在不断的唤起这个自我？去体会这个大脑，只要有所被动，这个我就回来。想要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过程。这个咱们都得需要用心的体会。这个很多东西啊，其实语言难以完全说清楚，但若一个人能够亲自看到，豁然开朗。咱们在未来的节目里啊，还会一起探讨这个语言，去体会这个语言和这个内心被动有什么关系，去进一步感受到这个语言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个语言和这个意识有什么关系。当大脑看到这些非常细微但极其重要的关系的时候，那我们的每一步的生活状态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日常的观察非常的重要，但我们也需要非常深刻的推理。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表象可能未必触碰真相，我们需要通过推理去触碰我们的视觉、听觉无法真正触碰的东西。所以咱这样一个探索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深度训练加引号逻辑推理能力的过程。这是真正的逻辑推理，它是一个全盘打通的整体的推理。你看，我们接受各种的教育，从事各种的行业，在那个小的行业里面有它特定的规则，
那些的推理非常的有局限，因为都是基于各种的规则想法，其实很被动。而整个的人生去触碰真相，去看到假象来触碰真相，这个需要一个非常通盘的完整的推理过程。这个推理不是基于想法，而是基于大脑真实的感知来推理。推理反过来又能够帮助大脑获得真实的感知。所以这个指观一体嘛，去通盘理解咱们这样一个交流过程，本身也是咱们彼此去体会这样一个推理的过程。这个推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基于想法，不是基于画面，尽管想法、画面有它的作用，而是基于我们整个大脑的感知。而这个感知本身也是由这个推理进一步纠正。而这样的感知，这样的推理不可撼动。也正是这样，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确信感。生活，无论你做什么，那些都是其次的，从这里开始。这个需要每位朋友亲自去体会。不光是冥想本身，也要去看看我们做的事情和这个我和我自己究竟是什么关系。去理解我为何要做事情，不是说不做事情，而是理解为何要做事情。我是需要做一个特定的事情，还是只要做事就好了？这个需要一个人亲自去观察，这个人生的本质是怎样的，活的本质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啊，都会一目了然。咱们在之后啊的活动中啊，咱们也会逐一的展开，去一起的探索，去理解。还有问题吗？没了，谢谢 Cico。好，好。那接下来还有朋友想要用语音来互动吗？如果没有，咱们就看一个文字的问题。好，好，下面咱们看这个问题哈。为什么在生活当中做事情总会去想做它的目的？为什么在生活当中做事情总会在想这个目的有什么好处？你看啊，这位朋友他也观察到了，比如说拿跑步来说，如果跑之前想着今天要跑多远、跑多快，会感觉心累。但如果什么都不想，就是观察呼吸、观察周围的自然环境，就会好一些。那为什么做什么事情总是带着这个
目的的，为什么做事情总是出于某种动机和目的？然后我们真的能够放下任何的动机和目的来做事情吗？讲话者说能，但这个能只对他有意义。你能否亲自去探索，亲自去试一试，而不是希望这个讲话者给个话，你能。为何这个做事情总是有这么强的目的性？放眼望去，周围的每个人几乎都这样，做啥事儿都有一个特别强的目的，想要去实现，想要去达到。反正我得有动力才能做这事情。那个画面，无论叫目的、目标，还是愿景，那个画面需要有，通过那个画面来推动我的行动，来去做那个事情。如果我们真的仔细的看这个社会，看自己，发现这就是我们的这种行动模式。通过画面产生刺激，这个刺激迸发出能量，这个能量来推动自己做事情。但同时还得提防，因为很快这个大脑可能会变心啊，这个画面换了，建设不了几天，又想干别的事情了，或者哎呀没意思，不想干了。看到这样一个极其挣扎的过程，特别的挣扎。大脑看到别人都这么做，觉得这是正常的，都得有画面，有理想，有梦想，去追求结果。希望那个结果能够带来一种满足，一种成就感。也就是说，那样一个目的对应的愉悦，是自己做事的动力。哎呀，我做成了，别人都会高看我，我很了不起哦。哎呀，我这样我就可以扬眉吐气了。你能否看到这整个背后自我的活动？能否看到大脑把这个事情习以为常，想当然了？所以整个的人生充满了各种的目标，但实际上都在遵循这个社会框架，对吧？一步步的实现，来不断的巩固这个我。就连跑步的时候也不放过。我今天得跑10公里，下午吃了2个鸡腿，对吧？能量呀，我那个感觉吃了2个鸡腿，还喝了3瓶啤酒，又怕长胖，我得跑15公里，10公里太少，哎，20吧。然后这样一个画面本身在消耗能量。刚开始，大脑能够靠这个能量，跑段距离，但很快，当大脑累了之后，整个身体累了之后，这个大脑这个画面 hold 不住了，动力不足，哎呀，行，跑6公里就行了。这个事情，这个例子本身，跟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做事情的方式如出一辙，整个背后都是我的活动。我想要实现什么，我要变成什么，我要避免变成什么。当大脑被这个画面所劫持的时候，这一刻跟它无关，对吧？大脑总在想象着、渴望着去实现那个画面，来获得一种愉悦、一种满足。这样一个过程本身，大脑完全错失这一刻。我能否没有任何目的的做事情？这是提问者所问的问题。就像我跑步的时候，我没有目的，反而能够欣赏周围的风景，还能聆听鸟叫。哎，跑了20公里。我能否在未知中生活？有这个画面，有这个目的，有这个目标，意味着这个大脑总是活在已知中。这个意识的活动消耗大量能量，结果呢，脑海里面天花乱坠，实际里面呢，实际生活里呢，懒得要命。这是大部分的生活场景，对不对？脑海里各种的想象，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但实际呢，啥也干不了，因为能量全被浪费了。那去理解、去探索，我能否没有任何目的做事情？那这个关注点就不能仅仅在这一个问题上，因为这一个问题背后对应着很多的大问题、底层问题。我是谁？我的关系，我和能量的关系是什么？能量和人生的关系是什么？我和各种的目的、各种的动力有什么关系？这个已知、未知，这个画面是什么关系？大脑需要理解这些东西，理解、看到，过好这一刻，比什么都重要的时候，那大脑才可以做事情，而不是去做特定一个事情，根据某一个特定的画面。这意味着，我们得先把这个问题搁置，重新在每一刻理解自己，看到我的行为、我的人生被各种的画面所劫持，我的各种的所谓的人生的动作，都是基于对这些画面的反应。整个的人生都是一个二手的，因为这些画面都是各种的影响、各种的拼凑。画面在那里摆着，产生类似的反应，产生类似的动作。哦，大家都这么做，你看，大脑就陷入到这里面。所以，能否看清？我们去观察、理解这些底层大问题，这些看清了，这些小问题啊，全部解决。但最重要的还是
落实到每一位朋友身上，亲自去行动，亲自去观察。这个理解观察是一个勤快人的活。好，咱们看下个问题。好，那咱们现在哈，咱们这活动是不是也要进入尾声了呢？现在中国这个大陆时间也是晚上的9:43了哈。其实，在真正冥想之后，你看，当我们理解了想法是什么，自我和想法的关系，这想法的内耗少了，这能量相对都是挺充沛的。包括今天参与咱们活动的所有朋友，能量都是相当充沛的。那当然了，C 会也不例外。再让他说1个小时呢，也就完全没问题。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今天说的问题哈，这个专注、全然、控制，其实这是2022年觉醒在此刻的第一场活动，但是它是从最核心的地方开始的，这是冥想、禅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是吧？说了很多内容，真的是赵维斯也在做笔记，有很多的这个精华。其实不是在于我们再去说更多了，而是说我们每个人内心真正亲自行动起来，把它贯彻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刻。那咱们接下来还要看最后一个问题吗？还是咱们就准备结束？如果既然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咱们就让它圆满。好，那是这样哈，这样呢，咱们就是在 Zoom 里有没有人想用语音来聊点什么发言呢？是吧？咱们那个让声音也丰富一些，毕竟咱们是一个大家都在场的活动，调剂一下气氛，是不是？大胆说，列位。好，咱们现在没法是这样，企业微信直播是没办法发语音的，应该是没有办法发语音的吧？它整个的设置是不是？应该是不可以的。对，那没关系哈。如果咱们在企业微信里有问题，就先放一放，之后咱们在私下再聊就好了。那咱们看这最后一个问题。好，稍等一下。哎呀，咱们这样哈，咱们来看这个问题吧。这个时候，因为确实还有那么几个问题，但这个时候赵尔斯就做主了，好吧？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以往的活动当中，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语言都问过，但本质上都是一个问题。你看哈，说来说去都是这些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如何能把在冥想时候的状态带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说，如何平复日常生活中的失序感、失去秩序的感觉？这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在今天的活动当中，一次又一次，其实都是在说这个，是吧？都是相关的。那讲话者不得不问一句：你真的在冥想吗？魄力呢？魄力只在打坐中吗？
魄力需要在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来。亲自观察，亲自体会，需要改变的就得改变，该分离的就得分离，该调整的就得调整，不敢调整，怕什么？有恐惧。那恐惧没消除，你在冥想吗？去理解、观察，为何内心如此的怠慢着一切？恐惧什么？怕什么？为何要忍受？当然，前提是你得真正的理解自己，看清这么活有没有可能？不可能，赶紧调整。所以，这个冥想，它不是一个，不光是个打坐，打坐是个非常其次的东西，非常其次。但不是说你不打坐，不去冥想，不去这样做，而是说，相比这个整体的内观，整个我们的人生，这个技术非常的其次。这个我的活动非常容易去追求一个方法，追求一个结果，我要平静。但这本身意味着这不是在冥想。冥想就是要理解我的人生，也不是我的人生，就是人生。大脑看清，自然会有行动。但我在，我就有各种的控制，基于各种的画面，各种的恐惧。大脑感知到应该那么做，但这个我害怕，不行，不能那么做，得这么做，或者不做，老样子吧。所以，做一个完整的人，过一个完整的人生，其他一切围绕着这个完整展开，而不是牺牲了完整，去适应某个系统，适应某个构架，过某种特定的生活，那真的是本末倒置。也正是这个世界，大多数人都是本末倒置，所以这样一个意识的世界里面，总是有各种的黑白颠倒。还是回到刚才的例子嘛，如果有针扎手一下，那手立刻收回去，你不需要想太多，也不需要想。但是到我的生活里面来，这个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识活动，这个我总在算计，患得患失，因为有恐惧嘛，所以大脑就看不清，看不清，也自然就没有行动。所以谈到这里啊，咱们能做的就是深入的观察，继续细致的观察。
很多事情需要你亲自看到，一切都会自然的浮出水面，相当多。一切都得来自于你的行动。看这位朋友留言说，这个大脑看清自然就有行动，但我在就有很多的控制。去体会一下这个我控制寻求有什么关系。去理解这个意识活动。当我们的人生完全陷入到这样一个意识的活动里面的时候，到处都是雷，到处都是坑。好，这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吧？对，那咱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哈，这个就要真正的进入尾声了，咱们就准备结束了。然后一会儿最后放一首歌，然后咱们今天的活动哈就准备结束了。然后结束之前，最后和大家说一下，其实今年曼蒂是有个想法，就是通过觉醒在此刻的活动哈，能不能大家都一起转起来？就别老是曼蒂在说，大家在听，大家能不能也主动的行动起来，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所以曼蒂在想怎么让大家参与。那这个说暂时哈，觉得比较好上手的就是我们要把发布的节奏调整一下。咱们今天的活动结束之后，能不能咱们说1个月咱试一试？因为同时曼蒂还要兼顾很多其他的工作，咱们能不能一起把这个文稿啊校对出来，先把整个的视频全部都发布出来？所以说，就这个文稿校对，想参与的朋友，你看，尤其是咱们今天参加的活动的朋友，听了一遍，但其实这里面真的就是真知灼见，需要反复的这种体会。如果愿意加入进来的，联系曼蒂沃斯的那个微信，个人微信。然后今天的活动，那咱们就进行到这里吧。说是1年之初，但其实抛掉这些时间的概念，就是在每一刻，咱们都关照好内心的这个秩序，是不是？那咱们今天的活动就告一段落。然后呢，咱希望每一个人啊，都每天每一刻严肃用心的生活。不光讲话者，每个人都严肃起来，用心起来，仔细的观察。对，咱们这1年的活动每个月会有1次直播。那在这个基础上，其实我们是有一个，那我们就有了一个大家一起的一个节奏，一个韵律。但我们每个人自己，有没有自己一个主动的一个安排呢？这1年是，当然我们都不对时间着想，说是这1年，就是我们在每一刻这个内心的主动。但是，我们也可以以这个觉醒在此刻1个月1会的这个节奏哈，也不停的去，这就是一个很强的提醒。只要咱们每个人都仔细观察，用心理解，自然各种的假象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好，咱们放歌吧，咱们就结束。对，咱们今天活动就到这里。然后呢，非常感谢所有人参与这个活动，也希望更多人能够用心的生活。咱们在之后的各种的节目中再会。好，祝大家晚安。